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，我是海恩。最近很热闹哦，但是这种热闹是好的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知道了哈。我想到我小时候呢，今天不谈酒，跟酒有一点点关系啦。这个食物其实是可以搭酒的。那什么食物呢？其实日本人不会知道哦，中国人会不会知道我不晓得，但是台湾人一定知道。冬天来了，现在其实冬天过了啦，但是前一阵子、前几个月、前两三个月比较冷的时候呢，吃烧酒鸡啊，吃这个姜母鸭啊，还有一个比较少人吃，但是因为它比较不适合做成火锅的形，就是我所谓火锅就是丢一堆料到里面去这样吃，它比较适合自己做一碗这种热汤来喝的。什么东西呢？当归鸭，当归鸭子哦。我小的时候呢，被迫也不能讲被迫了，因为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嘛，就是大概小学，我应该差不多10岁左右，我学了3年的小提琴，9岁到对，差不多到9、10、11嘛，就3年的时间学的小提琴，所以那个知识我都还记得哈。小提琴也不便宜啊，那时候学啊。其实后来我跟我妈妈讲，我跟我爸爸讲，我说那真是我觉得人生中惨痛的回忆之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因为这样加入节奏乐队啊，为什么让自己有一些这个音乐的基础，所以我现在脑中有时候会想到的并不是什么儿歌，而是那种皇帝圆舞曲多瑙河什么曲啊哈，特别是皇帝圆舞曲。这个各位可以去查啊，《皇帝圆舞曲》。然后学小提琴呢，其实你说辛苦也是辛苦了哈，但是这让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记忆，倒不是第一堂课要夹那个小提琴要夹，我记得小朋友要夹半个小时还1个小时吧，就是这样夹着，你不能让它动啊。那个老师还会来扯这个你脖子怎么夹了那真的很痛苦。然后按那个弦也是会很痛苦哈，就是要抓那个手会痛。学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。但是对我来讲最痛苦的是，因为你学琴其实还有学图画，但图画大部分都是礼拜六、礼拜天才去图画老师家里面去画画啊。其实我觉得图画也不错，所以我还得过不少世界的奖，我们家的可能有这方面的基因吧。然后还有学水墨画，水墨画可能现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了。以前我们买那个宣纸哈，然后去老师家，这一次我们要谈水墨画，就画图，然后他还帮我寄了很多照片去世界参加这个比赛，还得过一些奖，所以我家里当时有一些那种国外的奖，那个对奖。然后我还上过报纸，花莲的地方报纸。花莲真的是我的故乡啊，对不对？只是那时候傅昆萁还不在，傅昆萁应该比我大了。不过当时因为他也不是花莲人啊，我才是花莲人。也许我应该回去选个里长才对。那时候学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是父母也是要栽培嘛。另外一个也是说，现在想会觉得这个是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回忆啊，因为坦白讲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，所以我也是很感谢自己的父母啊，当时让我学这些东西我学小提琴，我姐姐学钢琴，我的手太短了，没办法学钢琴，不然我觉得学钢琴应该也不错哈。那学小提琴呢，让我觉得比较就是那个年纪一个记忆的点，就是在于说，
你是要下课，比如下午3点下课，几点下课之后呢？我回到家，我们那时候要排路队哦，就是你要往哪里走，然后哪些班级哪些人，大家就会聚集在成一个路队，然后跟日本一样，会有一个老师带着你们这样走，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什么。回到家就是阿嬷啊，什么都在啊，什么，而且花莲比较小啊，那学校离那个家的地方都不太远哈。可是我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就赶快整理整理之后，就要拿着那个小提琴，小朋友用的小提琴哦，然后提着小提琴走到老师家去练习。因为花莲很小啊，老师是学校的老师，然后他家也是在那个学校附近嘛，然后就走到他家里面去，就是趁着在晚餐之前，就是要学琴。通常就是可能。哎，我已经忘记了，也是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吗？还是2个小时？我实在记不起来了。那就学，然后1个礼拜好像2天吧。那时候学小提琴呢，就是你拎着小提琴在走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看。在花莲，你在台北也是一样哦。就是台北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，但是在我那个年代，我讲的都40年以前的事情了。然后这个。在那么乡下的地方，拎着小提琴这样走，一看就知道就是，这个家人可能有一点底子啊那种感觉。然后同学中也只有我学小提琴而已，全花莲有几个人学小提琴啊？那时候，因为我的老师那时候是音乐老师，是从台北刚好像是应该师专还是什么毕业是。然后来花莲过水的，所以他其实教了1年之后就调回台北了，应该算台北人吧。后来想想，我觉得他应该对台湾人，跟对花莲人应该是好像没有完全融入的感觉哈。不过这不管了，因为这个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你提着那个，当然是觉得自己很哎呀威风嘛，小朋友。可是进到老师的家里面开始学琴的时候，那就痛苦的时候了。夹琴啊，练琴啊，要学那个抖音啊，或者什么的。我讲的抖音不是 TikTok， 我讲的是那个手要那个震动那样子，这样弹的那个。是真的是那个很回忆，不堪回首啊。而且如果我记得好像没有跟我母亲讲嘛，如果说。你那天拉了不好的话，或者是几天没有弄好的话，老师会惩罚你。那时候是叶爸曾经是我的老师，就是国中的生物老师，所以我那时候很怕他，我真的很怕他。他其实叶爸年轻的时候长得，他现在老了，跟他以前的样子不太一样。他以前比较，我印象中他顶多那时候在30几岁，36、7岁，而且叶爸是我妈妈的高中同学，花莲女中的同学，同班同学啊，你就知道这个花莲有多小了吧？然后那时候打骂小孩是应该的吧？其实叶爸也不是说打骂我们，就是他是那种不怒则威的那种型的，就是一开始就塑造的那种型出来，所以在学校里面男女女其实都很怕。然后就是我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我因为忘了带那个生物的作业，结果中间就早上的3、4堂要上课了，我很紧张，我的作业没带过来，会被他骂，然后打，也许打手心吧，或者打屁股啊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他不是说什么打人很用力，叶棒他虽然很有肌肉，但是他毕竟也不是我们学校那时候的男老师才凶啊，真的。那种是缺1分打1下的那种型的，打屁股啪打下去。我那时候在学校还当学艺股长，所以在我们班上然后升学班嘛，然后我的工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项，就是每隔也许1个月吧，我就要去买藤条，卖2根藤条。去哪里买？去那个藤椅店，花莲的藤椅店啊，原住民的藤椅店。去买那个藤条，而且1根大概就这么粗的那种，也许跟1元硬币
或者是10元硬币差不多出了这样子的藤条，我老师会打藤条打到断掉，你就知道说那时候的我们的学生的生活了。好，而且我印象中就是，比方讲，他规定你，他还因人而设事了，就是规定你应该，比如说这一科应该要考几分，你没有达标的话，因为他觉得你很聪明，你应该要打几分，你没有达标，那就要被打，不是说60分的问题哦。所以我也被打过啊，就是我应该考90分，我考82分的话，就要打哦，可能2分以下，然后就叫上去趴在那个讲台旁边，就啪啪啪打，真的打得很痛啊。然后打屁股了，哦，打手的话，打手心是也会痛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打哪里最痛，你知道吗？打手背，打手背。各位没事可以拿笔来敲敲看。我那时候就会不谈夜霸了，反正夜霸那时候就是那种不怒则威那种型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没有带到作业，很紧张啊，还叫我妈妈这个哭诉啊，打电话请他打到办公室，请他骑车回家去把那个作业送到花岗国中来。那时候是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然后，当然他是我妈妈的同学，这个我之前不知道，是后来我姐跟我讲，就我妈跟我姐讲的。反正呢，就是花莲就是这么的小。我小学的老师，那个导师哦，级任老师哦，是我妈妈在她小学的时候的级任老师，所以他看到我写我妈妈的名字，他说你是谁谁谁的小孩？我说对，他说我教过你妈妈哎，小学实在就是这个老师就是怎么讲呢？但是因为我妈妈成绩很好，所以她对我的印象也很好，然后我的成绩也不差，所以就是一路以来就是这样反正花莲就是一个小花莲嘛，然后那时候真的很淳朴，然后我的家对面就住着一个高中的英文老师，花莲高中的就已经生活这么多年，你彼此都认识了以前国小的高中老师这些老师好，但是那种老师那种没有说很有诚意的那种，是我知道他是老师反正跟我没有关系嘛。结果高中呢，无巧不巧了，就有一年他当我们的英文老师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小学的导师曾经教过我妈妈，他是我妈妈小学的导师哦，级任老师哦。然后中学的夜霸其实讲夜霸当时其实不太庄重了，我觉得他其实30几岁，那时候35、6岁啊，36、7岁而已啊，长得其实还蛮清秀的，但是他就是那种怎么讲呢，不怒自威，而且他是道地的花莲人，他是瑞穗人哦，那是真的对小朋友管得很严格，可是也没有听过说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，就是他就是一路以来就是言行如一的那种型的，而且真的是很端正的那种型的。这个不是因为最近新闻我才在讲这个事情，这叶老师的事情，其实国中的生活，然后高中对我的对面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就住在我家对面，所以在学校看到他，回到家也看到他，而且礼拜六、礼拜天看到他，还要跟他打招呼什么的。我还去他家跟他要过草莓的那个不是种子，就是长出来。草莓是这样，草莓是这样长好之后，它会再长一根出来，然后在旁边，然后再继续发芽，不是发芽，继续再生长的那种。这叫慢生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哦。他们家种很多草莓啊，所以我印象中都会去他家去要，然后回来自己再种，因为反正长那么多，他们就分一些出来。花莲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，而且以前我家花莲2楼后面全部都稻田，
然后从2楼就直接可以看到太平洋。当然不是一大片，因为我们家离那个海岸应该还有可能3-4公里有吧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蓝色的那个海，然后前面是稻田，你可以想那种美丽的样子。在我们家三楼，因为我们家是透天厝嘛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往山那边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就中央山脉，不是海岸山脉，而是中央山脉，然后上面就白白的，那个山顶上面是白白的。那时候的冬天也比较冷，所以就是夏天可以看得到海，冬天可以看得到山顶的雪。虽然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，然后又有稻田什么的，所以说对米啊，对清酒的这种喜欢呢，其实我想也是从小在环境里面就培养长大的吧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有一点后悔的是没有学会客家话，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，然后我的阿嬷就祖母当然是会讲这个日文嘛，因为她是那个年代的人嘛。我会唱一些日文的歌，但是如果说那时候也跟她学一点的话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，就是因为年纪越大，学东西越困难哈。回过头来讲小提琴的事情，因为这一集只是闲聊，但是还是要讲一点东西出来哈。我那时候辛苦归辛苦，但是有一个东西让我觉得更痛苦的是什么？就是每次下课完，因为我是可能4点多去学，然后6点左右，差不多1个半小时、2个小时下课嘛，然后要回家。离我家也不是很远，再提着小提琴回家。那时候我们有一阵子是，只要下课经过那个6点多的时候呢，回到家虽然可以吃饭，但是那边不知道哪一天，你那个旁边的那个树下那时候花莲真的很淳朴，那路就是旁边都还有很多树，不是我讲的树，不是像台北这样旁边人行道种树，不是，而是就是那个路就是很传统的那种乡下的路，然后旁边长树，然后树底下可能就是有一个搭出来的棚子，然后当时在卖什么？那个棚子在卖当归鸭当归鸭很香啊，非常非常的香。那个年代都不会有什么人工添加剂，就纯粹当归就是花莲，我不晓得应该是挖的吧，在山上挖就有了。然后鸭子可能自己养的或者什么的，不是那种量产型的，所以那个样煮起来熬起来的味道真的好香哦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就每次提过去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要看，可是那我也记得很清楚，好像那一碗好像要20块钱吧，还是多少钱？我自己舍不得吃啊，因为那时候早餐的饭钱好像10块钱吧，因为父母都要上班10块钱其实你买一个什么东西，买什么还会有找的钱所以20块，我记得是20块、15块还是20块，对我来讲算是很贵的。然后那是每天闻这味道，觉得我都在想说，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吃，不然怎么会这么香呢？香到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这边要提一下跟餐酒有关的理想中的餐酒生活。当归鸭呢，它是里面有加这个当归嘛，还有鸭子嘛，然后在你煮的时候通常啦，热的时候一定要热，请记住任何场合要加酒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够热，要让酒气能够蒸发，留下氨基酸，留下一些酒类的物质。你要的并不是酒精，你酒精就直接喝就好了，你要加是要提味的，那提味是有酒精进去萃取，然后或者是有酒精这个什么酒原来有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火再烧一下，就像烧酒鸡嘛，最后上面还会再点一个火嘛，把那酒精味道给消掉嘛。你要保留好的东西在里面。其实姜母鸭其实也可以加酒那个米酒在里面，就是最后的时候上锅之前，当然煮的时候也可以加啦。但是我意思是说，或是他一泡枸杞的那种药材什么，最后再加几滴的那种利口型的这种米酒，然后加进去，应该会更好吃。我突然想到，那个酒精被我喝完了。我们这附近本来宜兰这边有一个摊子有在卖
房事没满酒，房事没满酒。我看那对夫妻，老先生、老太太的，对，看起来都蛮健康的。他那个自己酿的，里面一堆草药。我那时候很好奇，刚买2瓶，因为一瓶好像100多块钱嘛。你不要问我喝了有没有效，就是纯粹因为好玩，我就买2瓶，因为它也没有做多少。每天闻到那个当归鸭味道，会让我觉得很受不了啊！不是每天啦，每次学琴1个礼拜至少学2次嘛。所以有一次是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就跟我妈妈讲，我就说那时候我很小哦，我就说学小提琴这个怎样，讲一些事情，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个当归鸭，说我那个有一个摊子，那个我不知道他卖什么，但是很香很好吃哦，我好想要吃。我妈妈那时候就说。我要带你去吃啊！我在哪里？我就跟他讲，其实离我家没有很远，因为就这么小的地方嘛。后来走过去之后，我还记得我妈妈那时候看到说，在这边笑，她就说你也想吃这个？我说对啊，我觉得好香哦。她就说好，那这个就是我忘记是当天就吃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。有一次学完小提琴之后，他就特别去接我，然后就是陪我走回去，然后就带我先去吃那家当归鸭，然后送上来的时候，其实那长什么样子我都已经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吃下去那第一口的那种感觉，那满足感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中药炖补的这种东西哦，所以有人说，像我已经50几岁了，这个我被很多人讲说看不出你的年纪多少。我们完全没有开美颜哦，这个灯光比较暗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现在如果开这个灯光呢，因为它会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在看鬼影追，所以还是不要开好了。我说我要站后面一点，反正呢，就是我这种炖补的料理我很喜欢吃，然后这个当然当归鸭，当然也很喜欢啦。所以像现在什么姜母鸭、当归鸭、烧酒鸡啊，我都很喜欢吃啊。只是这种东西呢，除了当归鸭之外，其他烧酒鸡、姜母鸭啊什么那些麻辣锅啊什么，通常都是要一堆人去吃才好吃啊，才有那个气氛啊。所以这几年来都是单身4年，快5年了吧，觉得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然后，那时候吃那当归鸭，给我留下记忆很深刻的回忆，然后很满足。而且我记得我在一面在吃，我妈妈这样笑笑一直看着我，她想说，她大概会觉得说，她儿子里面竟然左思右想，只是想要吃这个当归鸭而已。可是因为我是来回走了太多次，然后每次闻到的味道都觉得啊，好香，香的不得了。然后吃到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天下最美味的食物。当时是这样，然后我的习惯也不是说哦，所以我每次都要吃，不会。那吃完了之后，我就记下来这个东西，以后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也不会特别去找才去吃。但是它开没有多久，可能几年内就关了吧。你现在在台北市好像也很难找到当归鸭的东西，但是在宜兰这边就有一家叫陈家当归鸭吧，还是陈氏当归鸭，反正各位上 Google Map 查一下可以查得到。它在一个桥底下，慈安路，慈祥的慈，安全的安，陈家当归鸭的样子，专门卖当归鸭、当归鸭肉片啊什么的，好不好吃哦？就是没有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啊，只能这样讲。那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回忆的因素在里面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那个东西，其实我讲餐酒搭配，应该严格来讲不是餐酒搭配，而是其实是加了，所以可以，你如果加清酒或者加米，加清酒会更好哦。然后日本酒度不要太低，不要太甜的那种，啊，那会让在火再烧一下，会让整个味道更丰富。然后吃个鸭肉饭啊，鸭油饭啊，再弄个青菜啊什么的，其实很舒服啊。冬天啊，夏天其实也可以，因为当归我记得是凉补。然后我从小到大，我想说皮肤感觉比较好，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跟我母亲一起吃这个，她会炖补，炖什么补呢？我以前不知道，
因为我喜欢吃那个炖补那个汤，然后我喜欢吃里面的红枣，鸡肉我也蛮喜欢吃的，反正就是这样炖很好吃，而且炖的是过程很香，我很喜欢这种很香的味道。那鼻子的灵敏，也许也是跟我妈妈是有相关啦，然后再加上她很会煮东西，我妈妈非常会煮菜啊，所以那时候就她煮我就跟着吃，吃什么？我弟好像没那么喜欢吃，就我后来知道他其实煮那个大概就是什么四物汤啦，还是什么，反正跟女生比较有关系的。然后我会跟着吃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影响到我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还是很男性化，但是只是说我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排斥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吃到这种东西，我会觉得非常的开心。但是讲起来伤感，就是不要讲说母亲过世之后了，其实他年纪比较大之后也比较少煮这些东西了。然后你说现在的小朋友，不要讲现在的小朋友了，就是包含我自己，可能去买材料包自己去煮也会有那种味道，但是我相信它中间一定还是有一些小诀窍的部分。我能够想到的，也许就是我们加清酒进去熬那个味道会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氨基酸度的关系。那至于说是不是所有的清酒都是最好，我刚刚讲到重点的嘛，你可能氨基酸度要高一点的，你可能日本酸度要高一点的。日本酸度我提过了，氨基酸度一样我提过，那都是叠合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代表它越多的氨基酸，各种氨基酸或各种酸度在里面，各种酸性物质在里面，让它煮起来那个味道会特别丰富，特别丰富。然后唯一的避免的就是日本酒度不要太低，就是不要太甜的清酒，因为你不需要糖，有一些就够了。然后这样煮，也许就会更好吃吧。因为很多海产粥什么的，其实我自己有试过，加一些下去煮就很好吃。那我相信鸡汤一定也是如此。那今天为什么提当归鸭呢？为什么没有当归鸡啊？我不晓得。最近新闻很热门嘛，对不对？当归，所以顺便消遣一下，不是消遣一下啦，这个我没有别的恶意啊。妹妹如果要回去的话呢，看看有没有附近的人士可以送她鸭子带不回去怎么办？有没有台湾有没有这种产品？有啊，雅芳他们什么，我记得有出当归鸭的那个包吧，对不对？带回去好好的怀念一下吧。好，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，填土之道有道理，拜拜。